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狗狗，欢迎你也回到我的狗窝哦。6月6日，东京迪士尼海洋新园区梦幻泉乡开园，恰好在日本旅游的叮当狗在开园的第一天就去凑热闹了。这一天不仅进了新园区，玩了2个新项目，还玩了10多个常规项目。咱们先从重点的新园区讲起。Fantasy Spring 梦幻泉乡新开园还是有些高冷的，像叮当狗一样没有住迪士尼酒店的宝子们，想要踏进这个新园区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免费的，就是抢新园区4个设施的 Standby Pass， 也就是排队许可，拿到了这个 Pass 就可以入场进行正常的排队。还有一种就是氪金付费的玩法，是去抢新园区设施的 DPA， 也就是付钱的快速通道。新园区门口一个个查票是很严格的，大家进了梦幻泉乡就一次性逛完，离开园区之后，除非有新的 Standby Pass 或者 DPA， 否则无法重新返回园内。下面再讲讲我抢 Standby Pass 和 DPA 的经验。一早进园区的话，建议大家多刷刷 Standby Pass。6月6号这一天是8点45分开园放人的，我8点55分左右进门，看到好多人就站在门口不动，全都在用手机抢 Fantasy Spring 梦幻泉乡的入场资格。当时有点慌，赶紧打开手机软件一看， DPA 和 Standby Pass 已经全都抢空了，当场就傻眼。为了工作人员，他建议我要不停地刷 Standby Pass， 果然我刷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刷到了彼得潘和乐佩公主的 Standby Pass。时间上彼得潘是下午4点40分，更早一点。为了早点入新园区，我就选择了彼得潘。我还有另外一条建议，就是下午可以多刷刷 DPA， 试试手速和运气。下午2点多我在玩具总动员排队的时候，无意间刷了刷 DPA， 发现有彼得潘和冰雪奇缘的 DPA 随机而且数量比较小的在掉落。彼得潘的话是1500日元，冰雪奇缘是2000日元。我就想要冰雪奇缘的 DPA， 但是奈何我手机的网速还有手速都拼不过其他大神，每次都是刚刷到项目可以点购买，点进去就已经卖掉了，刷了半个小时，总是同样的情况。玩好玩具总动员3点多等餐空闲的时候，随手一刷，居然卡到了4点20冰雪奇缘的 DPA， 要是没点运气的话，迪士尼连氪金的机会都不给我呀。因为 DPA 的时间更靠前，我们进园后就直冲安娜和艾莎的冰雪之旅。看这规划的大片排队区域，可以预见到以后这个项目的排队盛况。到项目乘坐口之前，一路上有很多还原阿伦戴尔王国的实景，细节满满，但因为是快速通道的票，就只能草草浏览一下，赶紧跟上大队伍了。整个项目是乘船游玩的模式，场景是机器人人偶加上电子屏的展现方式，人偶真的挺逼真的。据说梦幻泉乡的造价约等于之前整个东迪海洋的价格，看到这些新科技，我相信应当是造价不菲的。整个乘船游乐项目讲的是冰雪奇缘1的故事情节，整个船程除了向下俯冲，还会有倒退下冲的新奇体验，但是整体高度差不会太大，小朋友也可以安心乘坐。项目乘坐的时间超过6分钟，这个氪金我感觉挺值得的。再来说一说冰雪王国，从梦幻泉乡入口往冰雪王国走，最先看到的是 Oaken's OK Foods 奥肯好食，这里是柜台点餐，不需要网上订餐，排队的人也不算多。在这里吃的 Oaken's Yoho Bread 是这天在梦幻泉乡唯一吃上的东西。有人可能要问了，这个 Oaken 是何方神圣？反正这个名字我是不太熟，查了一下，原来就是这个开山中小店的老板。梦幻泉乡的彩色小镇里还画了一张他的海报，花850日元点了一个面包来尝尝，面包表层烤得脆脆的，里面呢是松软的感觉，夹心里有肉和酸甜的果酱。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调味有一种很重的豆蔻香料的味道，不算是我喜欢的味道吧，但是有机会尝试一下这种新奇的口味也算不错啦。往里面走，右手边很气派的这个建筑是艾伦戴尔皇家宴会厅，看外面的广告牌上餐点的照片还是很精致的，可惜都要网上点餐以后才能进入餐厅。我们下午到的时候，这家餐厅已经不接受网上订单了，下次有机会再去吧。
再往里面背靠雪山的建筑，就是乘坐安娜与艾莎冰雪之旅项目的建筑了。左转从这个出口出去，就能看到一湖相隔的彩色小镇街区。更后面呢是梦幻泉乡的酒店设施。彩色的小镇街区有个洗手间，其他的建筑橱窗里有些展示品，但是都不能走进去，算是个拍照打卡点吧。走到湖对面回看阿伦戴尔王国的城堡建筑还是很美的。从冰雪王国出来，小飞侠彼得潘 Standby Pass 的生效时间也到了，一路走去小飞侠梦幻岛，还经过了这次没有机会乘坐的一个项目——奇妙仙子妙妙小车。因为新园区不是很大，大概5分钟左右的路程，就从冰雪王国走到小飞侠项目的入口了。门口这里也是分2条线，一条普通排队，一条走快速通道，都需要扫描手机上的2维码才能入场。小飞侠我们是一早拿到了排队资格，因为新园区控制入场人数，这天排队等候的区域也是相当的空，排队时间只有15分钟。室内的等候区设置成了梦幻岛的洞穴的样子。在正式乘坐项目之前，会先在大厅里看一个情景导入视频。看完先导片往里面走，拿好3D 眼镜，需要再排一小段队伍，就能坐上小飞侠的船了。一船能乘坐12人，放行速度也挺快的，难怪排队的时间比较短。故事讲的是约翰遭到虎克船长这一帮海盗挟持，我们作为走失孩子的一员，跟着彼得潘还有奇妙仙子一起去救出约翰，并且送回伦敦。因为是新眼镜、新设备，3D 效果那是非常好的。造景的规模相比冰雪奇缘的项目小很多，基本是乘坐的船不停旋转达到的场景转换，跟环球影城变形金刚的模式很相像，但是旋转和震动都要更柔和一些。小飞侠乘坐项目的外面还有一些海盗相关的装饰装置，一小片湖里面还停泊着海盗船骷髅号。游玩项目的边上是餐厅瞭望台野餐屋，当天呢也是因为没法网上点单的原因没能进去，很是遗憾。剩下的乐佩公主森林在梦幻泉乡进园后的右手边，这天没能抢到乐佩公主天灯盛会的任何票。经过这片园区的时候，看到好多有 Standby Pass 的人都在排队，排队时长是60分钟左右，是所有项目里面最长的。不过玩不了这个项目也没关系，还能看看这个标志性的高塔，里面真的有个乐佩公主的机器人在唱歌，还挺妙的。乐佩公主这里有个餐厅是丑小鸭小馆，同样是需要手机上提前点餐才能入店的。奇妙仙子妙妙小车这个项目前面一直有一条很长的人龙，我以为是什么热门项目，凑近一看竟然是卖爆米花的摊位，不过这里比较特别，卖的是烤牛肉口味的。最后再说说梦幻泉乡的酒店区域，酒店建筑设计的很有童话感，周围设置了很多 IP 造型的假山。美人鱼假山后面乌泱乌泱排队的地方就是梦幻泉乡的礼品店，进店不需要预约，也不需要抢票，只要能耐着性子排队就行了。这天我还想去玩别的项目，就没有在这里耗太多时间了。以上就是我在新园区梦幻泉乡玩的、看的、吃的。接下来简单捋一下我玩的其他老项目吧。我进园的时候，翱翔梦幻奇航这个最热门的项目已经有40分钟以上的等待时间了。
因为这个项目跟上迪的飞越地平线有点像，我就直接放弃往后排地心探险之旅了。排队时间当时只有20分钟。这个项目等待区的装置做得挺细致，让人感觉就像置身地心探险的基地。正式玩之前还有坐电梯模拟下降到地心的感觉，算是很沉浸式了。尤其是最后这一段下降，有一段来到火山缺口，能看到外面，很有意思。项目刺激程度4颗星，有趣程度4颗星。除了买 DPA 氪金之外，没有其他快速玩的捷径。全员第一个排它，我觉得也挺值得的。第二个去的项目是印第安琼斯冒险旅程水晶骷髅头魔宫，排了30分钟，感觉是有点亏的，因为后来下午的时候就能刷到很多40周年优先入场卡。项目刺激程度3颗星，有趣程度4颗星。第三个项目是愤怒双神，是一早抢到的40周年优先入场卡进入的，位置就在印第安琼斯旁边。这个过山车项目规模不算太大，喜欢刺激的宝子们可以在乘坐的时候抬起双手。项目刺激程度3颗星，有趣程度3颗星。40周年优先入场卡是每2个小时可以领一张的，不过只要你已经乘坐了领到的项目，就可以马上领下一张。所以大家领优先入场卡的时候，尽量选时间早一点的，可以争取多领几张。我领的第2张是神灯剧场的，入场前去边上顺便做了个沙漠商队旋转木马，是双层的旋转木马，木马数量很多，几乎不太排队。项目刺激程度0颗星，有趣程度2颗星。进入神灯剧场以后，发现其实没有必要领40周年优先入场卡的，因为剧场特别大，不管有没有优先卡，总是要等上一场散场了才能进入，所以有没有卡进入的时间都是一样的。看剧之前会先在这个大厅看这条蛇讲故事背景，说的是反派魔术师夏鹏因为嫉妒自己的搭档灯神，把他锁了起来。剧场里的真人加3D 演出，演的就是灯神如何获救的。项目刺激程度1颗星，有趣程度4颗星。下一张40周年优先入场卡玩的是海底2万里，坐在潜水艇上入水那个环节挺真实的，全程的设定是在海底，黑黑的看不见啥，座位前有个手柄可以控制探照灯打亮你想看的地方。项目刺激程度2颗星，有趣程度4颗星。下午2点看了梦幻泉乡特别迎宾会的水上花船表演之后，我看到玩具总动员的排队时间是30分钟，就直接冲过去了。记得2012年这个项目新开的时候，在迪士尼海洋当时排队要3个小时。这是一个射击类积攒积分的游戏，特别有趣，就是玩一轮感觉2个膀子都特别酸，要废了。项目刺激程度1颗星，有趣程度5颗星。项目外面有个巨型土豆先生的机器人在表演，带小娃不方便玩项目的话，看看也不错。接着我们就进了梦幻泉乡，出来大概晚上6点左右，距离晚上的大秀还有1个多小时。看 App 上阿拉伯海岸和美人鱼礁湖还有很多小项目，等待时间只有5分钟，于是我们决定一边刷小项目一边往外走。我们一口气刷了茉莉公主的飞天魔毯、小胖的飞鱼云霄飞车、史凯托的寄居蟹，又进到川顿海底王国，一口气做了河豚气球竞赛、旋转海藻杯以及跳跃水母。这些项目都比较偏低龄一些，但是架不住不用排队，可以快速刷，有种重拾童年快乐的感觉。再快速说一下看秀，我看到动感大乐园和米奇乐跳跳这2个秀都需要在 App 里面预约体验的。这个米奇乐跳跳感觉低幼一点，当时我就没有预约，没想到秀开始的时候我正好在附近找吃的，因为是露天的，所以其实不用预约，走到附近都能看。另一个动感大乐园的秀呢，是在这个剧场里面表演的，确实需要按照预约的座位入座。米奇和小伙伴们会唱歌跳舞演奏乐器，感觉还是不错看的。晚上7点半看了《坚信梦想之海》这个大秀，虽然没有提前占位子，视野不太好，但是表演还是很震撼的，因为是水上的表演，演员都在大船里面，船体4周都包了可以升降的大屏幕，演员也是可以升到船顶表演的。音乐、灯光、歌舞、水舞，配合着烟花，我只能说你迪士尼还是你迪士尼，不得不服呀。好了，这就是我在梦幻泉乡6月6日开园第1天在东京迪士尼海洋玩的所有内容，里面的一些小经验，希望对你能有帮助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